全面危机正在启动。这不仅关乎地产，而是整个金融秩序崩塌的前兆。这不是一场普通风暴，而是一场正在展开的全面危机。过去1个月，股市剧烈波动，科技股盈利预期下调，债券收益率飙升，而在这些表象背后，隐藏着更大的裂痕。商业地产曾经被视为稳健投资者的避险资产，如今在高利率、流动性压力和市场低迷的3重夹击下岌岌可危。最早发出警报的不是投行，也不是央行，而是房地产巨头企业家 Grant Cardone。 2025年4月，他在 TikTok 上直言，这场危机规模之大，足以拖垮300家银行。不只是地产，整个金融体系都将被拖入深渊。这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一连串警告的开端。Blackstone 总裁 Jonathan Gray 指出，美国商业地产正进入重新定价期。高盛最新内部报告显示，中型银行将面临20年来最大的资本重估压力。彭博经济模型预测，若高利率环境持续18个月，可能导致高达2万亿美元的信贷收缩。从硅谷银行倒闭到写字楼租金腰斩，再到退休基金高风险投资，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条正在扩散的金融裂缝。在这个视频中，我将通过几个段落，带你从这场2.7万亿美元地产风暴的源头出发，剖析它如何从地产波及城市、银行，乃至你我的日常生活和未来退休金。从网红大亨到金融核心，每个人都在讨论，但你听懂了吗？你可能会问，宣称300家银行会倒闭的人是谁？是阴谋论者，还是财经博主为了流量乱喊？不，他是 Grant Cardone， 而且比你想象的更真实。Grant Cardone 是美国最知名的房地产实战派之一，管理超过20亿美元资产，拥有上万租赁单位。他著有畅销书 10X Rule， 拥有数百万粉丝，数十万投资者参加过他的房产课程。但这次他不是鼓吹 10X 增长，而是第一个站出来警告这场地产危机规模足以拖垮300家银行。更惊人的是，他不是唯一这么说的人。Blackstone 总裁在2024年底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商业地产正经历痛苦的重新定价，这不是短期现象，而是结构性转变。Blackstone 曾持有大量写字楼资产，但从2023年起已大规模转向物流、数据中心和多户住宅。换句话说，连最大玩家都在撤退，金融巨头也不再沉默。高盛2025年第一季报告指出，中型银行面临无法再融资的风险，商业地产价值普遍下跌 20% 至 40%。 若利率维持到2026年，金融市场信贷供应将收缩超2万亿美元。加上彭博、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的内部预警，你会发现，这不是1-2个人发疯，而是整个系统在拉响警报。我们不是在唱衰地产，也不是编故事，这是一场正在逼近的信任危机与流动性考验，而 Grant Cardone 只是最早开口的那一个。真正的危机核心在哪里？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主干，解析这笔2.7万亿美元的地产债务为何集中在这2年引爆，又如何从一笔债务演变为整个体系的毒瘤。危机核心，这不是普通债务，而是一枚设计失误的定时炸弹。2.7万亿美元的商业地产债务，表面是数字，实则是美国金融体系内一颗即将引爆的炸弹。我们先搞清楚这些债务从何而来，谁借的钱，借来做什么？答案是房地产开发商、企业、基金公司，甚至地方政府，用来建写字楼、商场、酒店、学生宿舍、工业仓储等。这些项目不是用自有资金，而是向银行借贷，称为 CRE 贷款，商业房地产贷款。这种贷款特点是短期高杠杆，靠租金还款，大多为3到5年期限。问题来了，3到5年前是何时？
正是2020年疫情初期，利率接近 0%， 美联储放水，资金泛滥，开发商借钱如同喝水般轻松。如今这些贷款到期，但环境变了。这是第一层危机，利率翻倍。2020年利率 0.25%， 2025年升至 5.5%， 意味着同样一笔债务的利息支出翻了2到3倍。原先每月还100万利息，现在可能要250万。许多人无法再融资，因为贷款条件更严，租金收入又下滑。第二层危机，现金流断裂。写字楼空置率暴增，全美平均空置率逼近 20%， 纽约、旧金山甚至超 30%。远程办公和混合工作模式让企业大幅减少租赁需求，房东没租金就还不了贷款，资产变成坏账。第三层危机，银行被拖下水。谁是这些债务的最大持有者？不是对冲基金，而是中型地区银行。大银行资产分散，但中小银行在商业地产上的敞口占资产负债表 40% 以上。一旦资产价格下跌，现金流中断，这些银行的资本比率受损，股价崩盘，面临挤兑和倒闭。这不正是2023年硅谷银行的翻版吗？当时是债券贬值，如今是整批资产卖不掉，借不到钱。这 2.7 万亿美元债务不仅是贷款，而是美国商业地产在高利率和新工作模式双重压力下暴露出的结构性缺陷导火索。从写字楼崩塌开始的地产连锁反应，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最具画面感的部分：办公室租不出去，楼价崩盘，税收减少，城市衰败，最终连退休金和城市运作都被拖垮。你会发现，空置的办公室不仅是房东的痛，而是整座城市的命脉被掐断。空荡荡的大楼不仅亏租金，还在吸干城市的血液。想象一栋位于市中心的豪华大楼，玻璃外墙熠熠生辉，大堂有接待台和咖啡厅，20层办公空间。但走进去，空无一人，只有3家公司租了1层，剩下17层全空。这不是想象，而是2025年纽约、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的现实。疫情后，人们不愿回办公室。2020年起，远程办公和混合办公彻底改变工作文化。企业省租金，员工省通勤，大家发现没有办公室也能运转良好。亚马逊采用混合模式，谷歌、Meta 出售或出租自用办公空间， Salesforce 放出旧金山总部 40% 空间转租。曾经的顶级 A 级写字楼，如今成了高级空屋。数据触目惊心，截至2025年，全美平均空置率 19.8%， 旧金山超 33%， 创历史新高。芝加哥、曼哈顿中城、华盛顿特区部分商圈空置率超 25%。 房东撑不住，违约、甩卖、法拍潮涌现。真实案例：纽约曼哈顿中城245 Park Avenue， 原估值20亿美元的大楼，2024年跌至11亿。业主 Brookfield 选择将资产交给贷款方，因租金收入不足以偿债。洛杉矶 Free City 大楼市值跌 48%， 亏本出售。旧金山一栋2015年建的顶级写字楼，挂牌估值仅为3年前1半。城市也跟着受伤，因为地税收入骤减，写字楼价值下滑，直接导致地税减少。纽约市政府估算，商业地产贬值每年少收超10亿美元税收，旧金山2025年预计财政短缺7亿美元。这些税收原本用于公立学校、教师薪资、救护车、公交地铁维修、收容所和社会福利。预算缩水，政府只能裁员、减薪、削福利、延迟退休金发放，最终影响城市生活品质、吸引力和房价。治安恶化，交通不便，教育质量下降，中产家庭外迁，税基进一步萎缩，城市陷入恶性循环。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
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底特律的衰败我们见过，如今硅谷、纽约、西岸城市正在重演。当杠杆反扑，这些人将最先断气。接下来我们揭露更可怕的财务结构。这些大楼不是现金买的，而是用杠杆堆砌。当租金断流，利率飙升，再融资困难，这场地产风暴将演变为连锁断裂的系统性灾难。这些大楼不是用钱买的，而是用赌注叠出来的。你以为这些摩天大楼是房东自掏腰包？错了，背后是一层层借来的钱，这就是杠杆。它让你看似拥有一栋楼，实则只握有控制权。杠杆是什么？简单说，用少量本金加银行贷款买下大额资产。比如，你出 10%， 银行借 90%， 买一栋1亿美元的大楼，靠租金还利息，靠资产增值赚钱。只要市场顺利，你用1000万就能赚几千万。但市场一旦逆转，租金下跌，资产贬值，利息上升，杠杆就从工具变成财务绞索，不是赚少，而是瞬间归零。这场危机正是高杠杆的报应。2020至2021年，利率近 0%， 贷款宽松，市场预期资产涌涨，投资机构用高杠杆压住商业地产。但2024至2025年，利率标值 5.5%， 在融资艰难，贷款成本翻倍，资产价格下修 20% 至 40%， 租金收入难以为继。这些靠高估值、低利率支撑的交易，如今站在悬崖边。连 Grant Cardone 都改变策略，过去主张 3% 首付投资，如今全用现金买地产，公开表示现金为王，因借钱成本太高，风险太大，等利率回落再出手。他的转向说明杠杆玩不下去了，现金流才是防御型资产的核心。失败案例比比皆是。投资者贷款买入商办单位，靠分租还贷，如今一半租不出去，利率上涨，月现金流从正5万变成负8万，卖也卖不动，最终银行启动收回程序，资产清零。达拉斯、迈阿密、亚特兰大每天都有类似案例。你以为没买商办就没事？你的 ETF、保险、基金可能包含这些资产碎片。这不是大佬的灾难，而是所有相信租金稳定、估值永涨的人在为过去乐观买单。连政府退休金都岌岌可危。接下来你会发现，最安全的退休金，那些教师、警察、公务员缴了一辈子的基金，也在这颗地产炸弹上。如果你觉得我没买房、没投资商办，跟我无关，那你可能忘了，你的未来寄托在一个你从未审视的地方。退休基金如何投资？为何踩地产雷？美国地方政府为支付公务员、教师、消防员、警察退休金，设立退休基金，管理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美元资产。这些基金需长期稳定现金流，配置政府债券，安全但收益低，股票波动大但可成长，不动产租金稳定且有增值潜力。商业地产、写字楼、商场、酒店曾被视为抗风险的理想资产，但如今这认知正在崩塌。真实案例，全美最大退休基金 CalPERS 加州公共雇员退休基金正痛苦转型。CalPERS 管理超4700亿美元资产，其中数百亿投在旧金山、洛杉矶、波特兰的 A 级写字楼、多户住宅和混合用途商业空间。2024年底CalPERS 报告显示，这些资产平均贬值 25% 至 40%， 部分甚至无人承租。更糟的是，这些资产无法变现，没租金、没交易就无法支付退休金。这会导致什么？政府需从预算中拿出数十亿填补缺口，削弱其他公共支出或延迟退休，
减少给付。原本60岁领的退休金，可能推迟到65岁，金额还可能打折。全民买单，政府财政吃紧，只能加税、借债或裁员。这危机为何与你我有关？如果你是公教人员、医护、教师，你的退休生活可能被改写；如果你是纳税人，你得帮破产基金买单；如果你是年轻人，未来税款将流入这些高估资产的亏损黑洞。这不是投资损失，而是整个世代财务承诺的崩解。这场危机不是地产市场的小调整，而是金融与社会承诺机制的压力测试。我们学到什么？3个关键洞察。这场风暴教我们的不是投资技巧，而是财务生存逻辑。真正可怕的不是风暴，而是我们没看清它的来源与去向。以下是3个决定你未来10年财务生死的洞察。洞察1：最稳的东西也可能崩塌。地产、退休金、写字楼、政府基金，这些看似铁板一块的资产，曾被视为低风险，如今却成风险源头。为何？我们用过去逻辑看现在市场，但工作形态、利率、全球金融秩序都变了。过去稳不代表未来稳，风险没消失，只是你没看见。洞察2：风险不是亏钱，是现金流断裂。这场危机不是资产价格跌，而是租金断流，利率高企，无法再融资，导致体系失去现金流。不只是破产，而是像生物体断了血管。核心铁律：现金流是财务的氧气，没它，再多资产也会窒息。洞察3：风险来自你不知身处何系统。你可能说我没买房没投资，很安全，但你已被系统包围。薪资依赖地税绑架的地方预算，退休金依赖地产风险绑架的基金、保单、ETF 含资产泡沫碎片。你不是选择参与市场，而是早已被市场包围。危害你的不是市场风险，而是你不知自己的风险敞口。总结：风暴来时，财富靠看得懂局势的人留存。现金流、低杠杆、多元配置、长期韧性是未来核心战力。你是哪种人？该采取什么策略？接下来，我为5种身份提供5种应对方案，帮你找到立足点。看完这场地产金融风暴全貌，你可能问：我能做什么？别担心，风暴可穿越，关键是知道自己是谁，站在哪。以下是针对5种身份的应对策略。房地产投资人，关键词是保命与等待。盘点杠杆结构，检查到期贷款和负现金流资产，将杠杆控制在能撑12至24个月。利率不降也要撑住。优先保现金流，再谈增值，能卖资产换现金就卖。机会在撑不住的人抛售时出现，活下来的是撑最久的。上班族，强化可移动性和主动收入能力。学习可远程或外包技能，如营销、剪辑、项目管理、数据分析。若公司依赖办公空间、地产项目或地方预算，准备6至9个月开销的紧急基金，发展副业或多收入来源，增强选择权，不被动依赖单一雇主。退休族或准退休者，保本至上，降低波动性。审视退休基金和理财账户，确认是否持有高风险地产资产，减少波动性商品比例，转向短期债或政府保本工具。检查保单年金是否与商业地产挂钩，必要时分批调整。目标不是翻倍，而是确保未来领得到钱。创业者或中小企业主，灵活用地，缩短财务链。办公转向共享空间或远程，预先与银行谈好周转额度，停止扩张，专注营运效率和资金周转率。若有商办资产，考虑分租、短租或共享用途，提高坪效和弹性收入。灵活是下一代办公核心。年轻小资族，
最大资本是判断力和时间。不要追高买房或投资，市场仍在重估中。储备现金，累积知识，每周了解一种资产类型，看懂一个产业逻辑，提升资产敏感度。市场见底时，你能分辨机会与陷阱。金融风暴来了，不是每个人都被打倒，但没调整思维的人会被第一波冲走。行动比观望有利，选择比速度更有价值。3个金融齿轮，一坏全崩。你可能疑惑，为何一栋大楼租不出去会导致银行倒闭、城市破产、退休金泡汤？以下3个齿轮让你彻底明白，金融世界是连锁装置。齿轮1：资产价格下跌，银行资本受损。银行贷款给地产开发商，大楼是抵押品。如今大楼贬值30%至50%，卖不出去，无现金流，抵押品不值钱，导致银行资本比率下降，风险评级下调，储户恐慌提款，流动性危机爆发。硅谷银行72小时崩盘就是前车之鉴，资产被低估，提不出来，来不及应对。齿轮2：银行信贷萎缩，地方财政危机。银行坏账增加，风控升级，放贷缩手。地方政府基建、教育预算被卡，建案停工，税收减少，就业下降，地税暴跌，城市进入赤字循环。纽约、旧金山因地产贬值，每年税收短缺数十亿美元，警消、交通、教育受冲击。一栋大楼的衰败是城市失温的开始。齿轮3：城市崩塌，退休金与信任体系瓦解。城市无法支付养老金、教师退休金、公务员年金，国家承诺信任体系动摇。退休基金投资贬值的地产资产，给付压力加大，政府补贴吃紧，税收更紧张。这就是信任负债连锁，30年的保费税金，以为换来保障，却陷入低估风险的财务迷宫。这3个齿轮串联成脆弱的金融结构，资产贬值，银行风险升高，地方财政与基金亏损，退休金短缺，最终全民买单，信任崩解。这不是假设，而是正在发生。你若只当这是地产或财经新闻，会错过真正威胁。这是国家财务血管的硬化，一旦爆裂，不是某产业受创，而是我们的未来在流血。如何面对这场金融结构重组？你无法阻止风暴，但能决定是否穿越它。我们拆解了 2.7 万亿美元债务危机，剖析了300家银行倒闭的连锁反应，看到了城市血流枯竭、基金崩溃、房东绝望和体制脆弱。但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说了多少，而是你听懂了什么，接下来怎么走。这场风暴会否全面爆发？无人能断言，但它已在你我系统中倒计时。你有2种选择：一是做观众，等新闻告诉你资产蒸发；二是现在学习、准备、分散、调整，成为风暴的驾驶者。Grant Cardone 已转向全现金布局，抛售写字楼，转投替代资产。高盛已将信用压力写入报告。你呢？是继续相信房价永涨、租金永稳、制度永保，还是从今天开始建立自己的风险雷达与财务防线？若想学会看懂金融结构与资产风险，提升判断力，成为不被骗、不被冲走的人，在这经济重组时代活下来并前进。欢迎留言分享，你认为这场危机会如何演变？你又如何保护自己？你无法选择风暴是否到来，但能选择是被吹倒还是逆风掌舵。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